耶！现在来到了菲利小镇。这个菲利小镇，我们是从瓦纳卡这边过来哦。忽然下大雪啦！现在雪超大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全部都是雪，下大雪了。其实不管是在纽西兰、欧洲、澳洲或是日本，其实你要在平路上面、平地上面遇到下大雪，其实基本上是比较罕见的，几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现在就是下大雪的这个菲利小镇的街景，对，下大雪了，下大雪，雪有够大，也是蛮幸运的啦。因为毕竟下雪其实比下雨还好，我个人这么认为。下雨会全身湿掉，下雪有时候湿雪也是会全身湿掉，但是如果是干雪或者粉雪的话，其实拍一拍就好了，不会那么潮湿。对，而且现在的下大雪天气蛮棒的是，其实它没有什么风。所以你看到雪就是一大片，然后不会像昨天在瓦纳卡那个风有够大，然后也不冷。其实现在是1度，昨天是出太阳，没下雨，然后好像0度还是-1度，现在是1度的下大雪。这边就是菲利小镇，然后是纽西兰最有名的派店的旁边，满满都是车。这个旁边的停车。在99%全部都是为了这间派店而来的，里面也是大排长龙，这就是一间店带动整个小镇的经济。毕竟看一下这整条路，其他店好像也是有些人没开，或者是没什么人，只有这一间店大概是20倍的客人，空间蛮大的，外面还有座位区，户外座位区，那里面有非常多种派的选择。对，那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话，菜单上是这里。这边是医疗区。日本人潮大致上是这样。买到成品呢，刚刚有试吃一个，是真的蛮好吃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做 Maceven 的小镇，那因为明天要去Mount Hart 的滑雪场，那今天就住在这个地方 Maceven。对，那我们今天住 Maceven Resort。对 ，Maceven 就算比较偏向饭店类的 Resort。这边就是饭店的交易厅跟 bar区，就是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这边休息啊。这边有一个火炉。然后还有撞球桌，上面可能是一些餐厅及阅读区，一个就是蛮有点澳式吧，还是美式的一些老饭店的感觉。大致上就是这样。这边就是一个小房间的哇。这个还有一个阁楼感的小房间，不错啦，就是简洁明亮，然后有一个采光蛮好的一片窗户，看出去就是外面停车场。对，大致上大概8平的房间。耶！现在来到这个 Maceven 小镇。就是准备去 Mount Hart， 很多人会住在这里的小镇。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就从不是瓦卡，Tekapo 的小镇那边过来，但中间遇到3到4次的超级大雪，哦，那真的雪超级大。然后到这边我们以为会雪很大，然后我们还没有装雪链。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买雪链，之前去美国的时候买了雪链，但是要把它带出国真的是不想要再带第2次了，因为雪链前后轮加起来4轮加起来
将近应该有11公斤至12公斤，所以呢就没有带雪链，所以开过来速度有点慢。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宁静的小镇，其实蛮漂亮的。对，其实我本身喜欢小镇胜过于喜欢城市，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小镇就是可以去看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的生活的感觉。就像有时候在台湾，有时候会蛮喜欢回可能阿嬷家，或者说去一些比较在地的地方，我们没有太过商业化或是观光化的地方，就是蛮喜欢这些地方的。但这些小镇也是一样，其实都充斥了一些在地人的生活必须的一些店，还有他们维持街道都还蛮干净的。但最重点的是，我觉得小镇没有像城市那样子的嘈杂或是过多的观光。那今天就会在这个小镇待一晚，这就是其实我现在照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整个威斯本的，其实大概就是这条路有商店，其他都是住宅区的，很娴静的一个小镇，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小镇，不要太多人，对，很安静的走在小镇上，我觉得非常的疗愈。各位，我现在来到这边是基督城的沃沃斯，这个沃沃斯也是纽西兰的很大的超市，各位看一下，它就是这样子。对，沃沃斯，其实它应该最大拥有它最多的国家应该是澳洲，但在纽西兰也是纽西兰3大超市之一。那今天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纽西兰的沃沃斯有什么是我觉得很喜欢买的，或什么是大家觉得必买的？必买的我其实也不太了解，我自己喜欢买的好了。对，来看一下，那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礼拜一晚上，今天是礼拜一晚上，其实才8点多而已，8点半，其实路上已经没有人了。刚刚有拍一下前面，前面是几乎才出来街道。基本上已经完全没人了，进到沃沃斯里面了，可以看一下，其实街上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啊。对，那整体来说，有来过沃沃斯应该知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亮的超市。对，那也是我本身之前在澳洲里面，我觉得最喜欢的超市。对，那进来就是满满的纽澳产品，其实我觉得纽西兰本身的产品，自有的产品，没有到很多，很多的都是来自于澳洲的，非常多来自澳洲的。那就看一下，我觉得我蛮喜欢买的，不对，其实我蛮喜欢买的是洋芋片，就是这边，对，就是这边，蛮喜欢买的。那晚一点买一些回去，开箱比较一下，对，给大家参考看看，因为毕竟这是蛮主观的评论，并非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我只能说大家可以参考。因为我本身的口味是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大家可以找几样产品给大家看一下。主要是零食好了，零食饼干类，因为其实对生鲜啊、蔬果其实我是不太了解啊，所以呢主要是以零食饼干类为主。那到了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Green Wave， 这个波浪饼，我都叫它波浪饼。其实它应该是源自于澳洲啦，纽西兰也有。那来之前我稍微看一下，其实纽西兰跟澳洲的这个 Green Wave 的波浪饼会有一点点差别，它们差别在它们的这个含有谷物的比例是不同的。
我之前在澳洲最喜欢的零食饼干就是这个波浪饼 Green Wave 的酸奶口味。那澳洲的含谷物比例是65%，纽西兰的话是70%。那我就买一包回去试吃看看，它到底跟澳洲的有什么不同。再来，我很想要试试看的是这个就是包装做得很成功，我觉得它包装蛮酷的。它其实有很多口味，然后是以这种漫画风格为主的，但是很美式漫画风格，也不知道是美式还是纽式，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那这个也是洋芋片，因为本人对洋芋片其实还蛮喜欢的，所以就是买一些洋芋片回去给大家参考看看。这个我觉得不错，可以带一包这个回去，然后还有这个是包装这样银光闪闪的这样子，对吧？也是蛮吸引我的，对吧？我还是买我比较有兴趣的 BBQ 好了，就 BBQ。然后这个它的封面是什么章鱼哦，章鱼抓住的。买一个这个 BBQ 的回去看。那另外一个这个刚刚说的银光闪闪的这个洋芋片。对吧？那我买什么口味呢？这个我没吃过，来试试看。买个洋葱不要，我买Green Wave我买酸奶了。海盐本身觉得海盐有时候会比较大同小异一点。那这个是什么的？这是烤鸡的吗？对，烤鸡好了，买个烤鸡口味我去试看好了。那最后就是号称纽西兰最有名的 Bluebird 的洋芋片，这也是很多人推荐，好像台湾家乐福有卖吧？对，那我也买一个回去比较看看，开箱分享看看好了。直接买酸奶好了，因为本人对酸奶偏好度是最高的，酸奶好了。其他还有像一些口味我也是蛮喜欢的，像品牌，像这个品牌是以雾面包装质感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空包真的太大了，5个太空包我就占了好几个行李，占了整个半个行李箱以上了，所以我真的没办法买太多了，所以我就先买这些就好，这给大家看一下纽西兰的一些零食饼干，机会大家来，其实一定要来逛超市。我觉得超市就是一个可以探索很多在地元素的地方，包含它的生活用品啊，它的食品啊，它的当地的人。有时候你可能在超市，可能跟人家选到在同路还选一样的东西，可以跟他 small talk 一下，小聊一下。对，所以我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绝对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超市。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一样，甚至很多下次要带回去，其实买给亲友很少啦，就是带回去给一些朋友啊，或是你觉得会想要跟他分享的一些同事或是同学，对，但大家都很喜欢来超市去选购当地的食品，而且超市第一个不太会踩雷，因为超市基本上卖都是稍微比较当地的热销品，不然你怎么可以去占到超市的版位呢？对，那第二个就是不怕被坑，因为超市，对，你总不可能叫在地人来给超市坑吧？对，所以就是来超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间卧室也是蛮明亮的，几包洋芋片给大家看一下。对，就是说它到底哪里不一样？对，有什么不一样？那下次大家如果有来纽西兰的话，就可以参考看看。先看这一包没有坏掉的，没有爆掉的封口，没有因为在空中爆掉的来看这一包。这包就是我说它的封面是有很强烈的动漫感的，来开看这个洋芋片，但它有一点消风了，不知道有没有坏掉，现在试试看看。没有这个是 BBQ 口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 BBQ 口味的洋芋片，就是我们在沃尔斯超市看到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很动画风的。然后我选这个是 BBQ 口味的，它洋芋片比起一般的洋芋片，像是波卡那些来的厚很多，厚非常多，而且口感非常脆，非常好吃。那它 BBQ 的味道的话，其实也蛮浓郁的，它不是属于很重咸的，就是很香的 BBQ 味道，我觉得还蛮推荐的。下一包，这完全就没有爆料，这就是在超市的时候，我说包装提供酱的那个，是吧？来看这个，这就是充满气体，这味道闻起来比较酸一点点。一样是 BBQ 口味的，这一包的话味道比这一包还要来得更淡一些。那如果以整体来讲，都是 BBQ 口味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个动画风的这个洋芋片，因为这个它包装很帅很亮，然后味道比较没有那么浓，比较没有那么重。但是其实可能是因为吃过这个以后，觉得这个稍微比较没有味道，所以如果真的比较推荐，我会比较推荐这一款。这一款就是动画风的，那它还有其他像酸奶啊，或是海盐的，大家有机会到纽西兰的话，可以都尝试看看这个动画风的，出其不意的，就很意外的，它这一款动画风的洋芋片还蛮好吃的。那最后就来尝试 Grand Wave。那 Grand Wave 的话，有像我们在超市说，其实在澳洲是我最喜欢吃的，那就是纽西兰的谷物比例是70%，澳洲是65%。那我们来试试看纽西兰的跟澳洲有什么不一样。整体来讲，味道没有差很多，但是我觉得澳洲的 Grand Wave 的这个波浪饼啊，它整体的味道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以口感的话，不知道是因为纽西兰是70%，澳洲是65%，我觉得澳洲的比例65%吃起来更脆一点点，会口感比较好。那这个有一点偏比较。好像没有那么紧实的感觉，但还是好吃啊。但是我会比较喜欢澳洲的那种比较紧实的感觉。对，澳洲的真的会比较紧实，口味比较香一点。这个它的酸奶的香味没有那么重，澳洲的酸奶香味比较好一点，加上口感比较好。所以如果是这一款Grand Wave的话，我比较推荐澳洲买的。那这两款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个。那另外刚刚那个 Bluebird 的刚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封口已经爆开了，所以然后刚试吃了一遍，觉得真的不能吃，所以就很遗憾。但我觉得 Bluebird 那个其实我以前在家乐福买来吃过，是还不错，就是但是比较像是台湾比较常见的，像是波卡类型的，或者说乐事之类的那一类型的，那味道我觉得不会差太多。那真的比较推荐，我会比较推荐像这一款。就是算是目前去纽西兰，我觉得这个动画风的饼干里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推荐给各位，谢谢。